意外我妈带我穿越到60年代，还意外获得随身空间，开启一段跨世纪的旅行。妈，你好了没啊？我们要赶紧去机场，不然要误机了。赵卓妍拿着行李箱在一旁无奈的再次催赵晚秋。快了，把明日超市要展览的物品清点好就能走了。赵晚秋伸了一下腰，将所有物品一一归置好，随后拖着自己的行李箱准备关灯锁门离开。只是在触碰到电源开关的那一刻，开关好像漏电了，赵晚秋只觉浑身麻疼，大脑一片空白。再次恢复意识，赵晚秋是被疼醒的。凭借本能，赵晚秋伸手将离自己最近的人的腿狠狠抓住。而被赵晚秋抓住腿不能行走的王二顺，见自己的腿被刚才抬着不小心摔倒在地的尸体抓住时，吓得冷汗直流，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鬼啊，有鬼了，救命啊！边喊边奋力甩开赵晚秋的手，然后连滚带爬地往村子里跑。王二顺的大儿子王大牛看到自己爹疯癫地跑了，还觉得莫名其妙，大白天的哪有鬼？一回头，赵晚秋正阴恻恻地看着自己。那啊，诈尸了，有鬼啊！赵晚秋揉了一下自己晕晕的脑袋。这是呢？赵晚秋四处张望，不对，不远处好像还有一个几岁的孩子趴在那。突然，那个孩子动了一下，然后缓慢地抬起头，一个转身看到赵晚秋。妈，赵晚秋满脸疑惑，这孩子的眉眼怎么和卓妍小时候有点像？不过比卓妍瘦，也比卓妍黑，没有自家卓妍那么水灵。老妈，这是呢？还有，你怎么变得又黑又瘦，还穿成这样？赵卓妍满脸疑惑地看着赵晚秋。听着这话，赵晚秋这时才注意到自己的衣着怎么和电视上60至70年代的一样，难道是小说里的桥段，自己被电后重回过去了？你是卓妍，你怎么变小了？赵晚秋决定和女儿赵卓妍确认一些信息，才想起这个刚刚喊自己妈的人貌似只有4至5岁。赵卓妍满脸疑问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小孩子了？好不容易长那么大，这么多年的苦岂不是白吃了？行了，别嚷嚷了，我们应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赵晚秋感知自己的记忆，自己好像关灯的时候被电了一下，然后呢？怎么想不起来了？突然，一段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自己这具身体好像是一个叫赵向秋的女人，和自己的名字只有1字之差。她居住在华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偏远农村，现在是67年10月，比较特殊的10年里。赵向秋今年22岁，赵家村生产队的一枝花。16岁那年认识了同为向阳公社王家村的王新平，被王新平的一身军装迷住，而22岁的王新平同样被漂亮的赵向秋吸引。婚后，王新平的短暂假期结束后就回了部队。由于王新平的爹王大顺不慎被人打断了腿，一直在家休养，这便苦了赵向秋一人。怀孕后，赵向秋的爹娘知道了他的遭遇，上门来找王家要说法。赵向秋没有领情，气得赵家父母兄弟要他断绝关系。直到半年后，王新平再次回家探亲。王新平告诉赵向秋，自己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志同道合伴侣，希望赵向秋成全他们。当时赵向秋已经怀孕8个月左右，听到王新平的话，顿时就动了胎气。曹金花既舍不得这大孙子，又舍不得儿子的前途，且赵向秋每天能赚8公分，曹金花脑子一转，承诺赵向秋永远是王家的儿媳，就算离婚了，也可以继续住在王家，外面的那个视野的，自己不会认。等赵向秋的孩子出生后，家里的财产房子全部由大孙子继承，两人离婚的消息，他们不会往外说。赵向秋不知哪根筋又没搭对，竟然同意了他们的骚操作。总之，赵向秋就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地留在了王家。不过赵向秋还算没有彻底傻透，将他们的承诺写成书面文字，让队长和村支书一起担保签字。只是当赵向秋的孩子出生，曹金花发现生下的并不是大孙子，而是孙女时，态度立马转变。赵向秋心里有恨，但还是给王家当牛做马。直到昨天，曹金花的小女儿王小翠因为秋收刚刚结束，曹金花让赵向秋带着5岁的女儿王秀梅去港河里捞鱼回来夹菜。由于河边湿滑，王秀梅不慎掉入河里，赵向秋去救孩子时也一并滑倒掉进去，幸亏被路过的一个男人救起。母女俩回家后双双高烧不退。曹金花为了省钱，弄来几张符纸，
烧了化水给了赵向秋母女俩喝。两人喝完后，慢慢没有了气息。赵向秋死不瞑目的样子把曹金花吓坏了，但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还好现在不让大办红白喜事。第二日天不亮，曹金花悄悄找到王大顺的二弟王二顺和他的大儿子王大牛，告诉他们赵向秋母女死了，让他们帮忙抬上山挖个坑掩埋一下，给每人1人1块钱的辛苦费。王二顺父子俩当然愿意干。山路难走，王二顺被一块石头绊倒时，赵向秋母女俩顺势滚落在地，便有了赵晚秋抓王大顺腿的那一幕。接收完这些记忆，心里似乎有很多的不甘和怨念。赵晚秋将右手放在心口处，借用了你的身体作为回报，我会帮你报仇，让那些害你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你和你的孩子放心投胎吧。赵晚秋默念完后，眼角不自觉地流出2滴眼泪，心里的不甘和怨念也随之消散。应该是赵向秋听到了自己的话，释然了。接上集。妈，你怎么哭了？你收到了哪些记忆？这是被记忆里的人和事感动了？不是感动，是惋惜。我是因为触碰开关时被电了一下才到这里的，你又是怎么回事？赵卓妍讪讪一笑。我当时看到妈你被电了一下，情急之下忘记思考，凭借本能去拉你，然后就……这大学白读了。我这具身体的名字叫王秀梅，太土了。妈，你有办法帮我改回之前的名字吗？应该可以办，不过要等我们离开王家村之后。妈，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你有计划吗？先回去找曹金花弄点钱去医院看一下病。昨晚那个符水也不知掺了什么，一下子就将原主母女弄死了，可别在我们身体里留下后遗症，以后就麻烦了。好，我全都听妈的。突然感觉到脑海里多了一些东西，好像是自己上班的那个超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上天给自己的空间就是自己工作的那个超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赵向秋将注意力切换到1楼的生鲜区，对着一袋面包默念：到我手上来。结果自己手上真的出现了一袋面包。妈，你什么时候学的变魔术？居然变得这么真实。赵卓妍惊诧地问：妈，你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噗呲，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神秘空间。这个空间场景和妈上班的那个超市一样，生活物品丰富齐全。你以前看过网络小说吗？很多小说里都有这种神奇的空间。妈，你也知道我是学理科的，只相信科学，也只对那些仪器之类的感兴趣。玄幻，太玄幻了，太不可思议了。赵卓妍连连感叹。赵向秋说完就默念一声进空间，不知这个咒文是否行得通。结果一个闪身，自己居然真的出现在了空间超市里。赵向秋用手触摸着超市里的物品，触感都非常的真实，和自己平时购物时一样。顺手拿起生鲜柜里的一条肉，掂了掂。不过等自己要将手上的肉放回原处时，发现之前放肉的地方已经被占据了，自己眼花了。难道这个空间有自动复原的功能？赵向秋依次每层楼都随机挑了一些物品做实验，发现除了负1楼的仓库和4楼的办公区里的物品以外，所有超市货架上可以销售的商品，只要拿走了，都能自动填补空缺。赵向秋欣喜若狂，这个超市的物资可以让自己和卓妍在这个艰苦的年代活得非常滋润。只要熬过了这艰难的几年，等待新时机的到来，自己就能大展拳。想到这些，赵向秋情不自禁地在空间里大笑起来。开心完了，赵向秋决定出空间给赵卓妍分享自己的喜悦心情，心里默念出空间。妈，你出来时能不能先吱个声？这里可是坟地，您老人家来无影去无踪的，好吓人的。妈，这个空间这么神奇，我能进去吗？不确定，要不我们试试。赵向秋拉着赵卓妍的手，默念咒语后，母女俩居然真的一起出现在了空间。啊，妈，我进来了，这里太神奇了。赵向秋告诉她，这个空间有自动复原功能。哇，妈，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吃穿不愁了？或是我们租个门店开超市，进货的钱都省了，简直就是无本的买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现在不允许做买卖，做生意的都是投机倒把行为，若是抓到是要关进去的，罪名很大，我们可不能以身犯险。赵卓妍略显失望的道：哦，那算了，
安全最主要。等以后条件允许了，我们再去挣大钱。为了确定赵卓妍能否独立支配空间，母女俩又进出空间好几次。通过验证，赵卓妍无法单独进出空间，必须要赵向秋携带才行。赵卓妍为此还郁闷了好一会儿，最后只能自我安慰，有总比没有强。现在有了生活的底气，赵向秋觉得是时候去解决王家那帮极品。刚才牛奶喝多了，我想上厕所。赵卓妍不好意思道：“你自己找个合适的地方解决吧。”哎，反正自己现在就一个5岁的孩子。赵卓妍躲在一处灌丛后面，解决了人生一大事。他穿好裤子准备出去时，发现旁边的另一处灌丛在不停摆动，吓得他立马大声叫唤：“妈，救命啊！有野兽，有蛇！”赵向秋听到赵卓妍的叫唤，抄起路边一根手臂粗的木棍，就匆匆往赵卓妍的方向跑。边跑边问赵卓妍：“野兽在哪？在哪？”别打了，我不是故意要逃宫的，只是孩子病得厉害，马上就回去了，绝不会耽误干活的。不是野兽，是人。这人的声音怎么听着这么熟悉？翻遍原主的记忆，陈巡礼。这个陈巡礼以前家财万贯，在战乱年间，很多军方都打陈巡礼家的主意。不过鬼子占领这里的时候，陈巡礼却不愿拿出一分钱，导致大儿子和二儿子接连被残害，他自己也遭了不少罪。最后被路过这里的正义军解救，才保住了命。据说陈巡礼为了报答他们，散尽家才为他们筹集粮食和军饷，更是在后来的改革中积极配合正义军，将自家名下的所有土地全部贡献出来，当时还拿过政府表彰。可碰到现在这时候，有人将他们家之前的身份翻出来，把他们定为坏人。陈巡礼家来的是5口人，自己的夫人、3儿子和刚过门不久的3儿媳，及小时候发热严重至痴傻的小儿子。不过今年年初时，听人说他们的3儿媳因为想不开跳水自杀了，3儿子忍受不了失去媳妇的痛苦，便在自己媳妇跳水的同一个地方一跃而下，只留下年过半百的陈巡礼夫妇和一个14岁的小儿子。原主可怜他们一家的遭遇，时不时的偷偷接济一下他们，也让这仅剩的3口人在黑暗时期看到了一丝曙光。陈叔，您别怕，我是向秋，刚刚以为是野兽在树丛里，没打到您吧？原主15岁左右的时候被几个流氓骚扰，是路过的陈巡礼帮他解围。自那以后，原主就发誓，以后要找个当兵的男人嫁了，就算被欺负，自家男人也能将坏人全部打趴。因此，在看到王新平穿着一身军装出现时，立马怦然心动，义无反顾地掉进火坑。洪文发烧了，我上山给他找点草药。陈叔，这个药有用吗？还是带洪文去医院看一下吧。陈巡礼叹了一口气，沮丧的道：“哎，拿回去试一下吧。去医院哪有那么容易啊？没钱，队里也不会给我们开介绍信。”赵向秋哑然：“是呀，现在走哪都需要介绍信。依陈巡礼的情况，去医院，医院也未必会接待他们。自己空间超市里倒是有个药店，要如何拿出来呢？陈叔，我之前买了一些退烧药，等下我回去找找，要是找到了，我偷偷拿给您。”陈巡礼顿时喜出望外：“真的吗？向秋叔，谢谢你。举手之劳而已，叔不用放在心上。”赵向秋母女俩没走出多远，就看到一群人在王二顺父子俩的带领下，急匆匆的往这边，嘴里还喊着抓鬼啊，抓鬼啊！这是冲自己来的。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赵向秋母女，吓得往后连连倒退几步。王二顺战战兢兢的指着赵向秋母女说：“鬼，就是他们，你们看，他们就是鬼，大家快把他们围住！”我说王二顺，你眼瞎了？这不是你的侄媳妇吗？自家人都不认识了，哪里来的鬼？就是你不会是想消遣我们吧？没错，你信誓旦旦说的鬼，竟然是自己的侄媳妇，平日亏待人家的还不够多啊，还要这么编排人家。再敢乱说，我们就告诉队长和书记。村民们七嘴八舌的指着王二顺父子俩一顿骂。人家面色红润，眼神清明，关键是有影子。见大家不信自己的话，王二顺急得直跳脚。王大牛也焦急万分：“这母女俩的尸体可是我和我爹亲自抬上山的，现在直愣愣的站在这里，不是鬼那是什么？”然后啪的一声，左脸被狠狠打了一巴掌。王大牛懵了。王大牛不可置信地看着赵向秋：“你打我？现在能感受到老男温热的体温吗？你有见过鬼这般说话？
你有见过有影子的鬼？组织教导我们，世上无鬼怪，我们要相信科学。你不好好上工，为组织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还胡言乱语，误导大家！大家快将这2个坏人抓住，交给书记他们。王大牛猛了，老妈也太会了吧！最后，村民们将王二顺父子俩揪住，扭送到工作组同事和队长、书记面前。生产队长王保国了解事情经过后，便将2人推上会议台。王二顺父子俩怪力乱神，特通报批评，扣除今天的工分。队长，我和孩子生病了，今天要请假去医院，您帮忙开个介绍信吧。赵向秋说完，还拽了一下曹金花的手臂。是的，队长，麻烦您给他们开个介绍信吧。曹金花哆哆嗦嗦地说完一句话。平时那么厉害的艺人，今日吃错药了，竟然结巴了，今日怪事还真多。拿着新鲜出炉的介绍信，队长，谢谢您，您一心为人民，真是人民的好楷模。这个赵向秋今日怎么这般会说话？啧，又学到了，果然是恶鬼转世，换了个人。为人说过，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村委会办公室出来，曹金花手被赵向秋紧紧抓着，挣脱不掉，立马战战兢兢，冷汗直流。也不知这人哪来的这么大劲。娘，现在早晚温差大，您可得保重好身体。您看看，大清冷的早上，您居然流汗了，这可不是好兆头。你到底是人是鬼？你猜？这对母女肯定不是人，哪有人能死而复生的？娘，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走吧，咱们回家好好唠唠，顺便算一下账。曹金花立马打了一个寒战。躺在卧房里的王大顺听到关门声音，开口询问：谁呀？谁到家里来了？赵向秋顺势将曹金花推到王大顺的房间。等王大顺看到站在自己跟前的赵向秋母女俩时，眼睛圆瞪，嘴巴张成 O 字，整个人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人齐了，咱们就开始算账吧。当初你们可是说过，王新平每次寄回家的钱有我们母女俩的一半。这么多年，我知道的是他每月给你们寄了5块钱，如果有多的，我也不要了，就按5块算吧。5块的一半就是2块5，一年就是30块，5年一共是150块，你们一并给我吧，利息我就不收了。家里哪有钱？有钱也是新平给我们老2口养老的。你昨晚找杨婆子干嘛去了？这么难得的出名机会，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还有你的宝贝儿子王新平，听说现在当了大官，你说我要是将他当年在自己媳妇怀孕时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儿给举报了，他的官还能不能做？听赵向秋扯上自己儿子，你别胡咧咧，哪有的事？我儿子才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他和秀莲是自由恋爱。没有证据的事，你不能诬陷他们。哈，我有没有诬陷他们？你不能诬陷他们。哈，我有没有诬陷他们？你那个大孙子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和我的孩子只相差了半岁的年龄，哪个自由恋爱结婚的新人能那么快生孩子？除非你儿子王新平是在帮别人养儿子。我没那么多时间和你们耗着，我从1数到10，150块钱你要是不交到我手上，我就立刻出去嚷嚷。钱可以给你，但你得写个条子，保证这件事不往外说。另外，你既然拿了我们的钱，这个家也不能给你住了。你们怕是老糊涂了，这个房子早在你儿子坚持要离婚时，你们2口子亲口承诺把房子给我的，我们可是有文书为凭的，队长和书记也可以作证。所以现在不是我要搬出去，而是你们要求着我同意你们继续住着。还有，我不喜欢别人我讲条件。行了，别磨叽了，我现在开始数数，1到3。见赵向秋没有商量的余地，行了，别数了，老婆子，把钱给他。你拿到钱后必须说话算数，不能败坏我儿的名声，否则我们要你好看。看着赵向秋将钱拿走，曹金花心痛不已。赵向秋带着赵卓妍来到原主之前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小衣柜、一个小竹篮，还有一个破旧的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相信爱情的代价呀。赵向秋将这些东西全部收进空间仓库里，马上就是他们发光发热的时候了，可不能弄丢了，放空间里才是最保险的。趁着这个时间，赵向秋进空间，在超市1楼的药房里真的找到了退烧药，拿出1板药片、几包冲剂，将包装全部撕掉，分别倒入白纸上面。像那么回事了。陈寻礼家目前住在村子中央的一处茅草棚里，赵向秋让赵卓妍帮他放风。进入草棚后，看到瘦弱的陈洪文眼睛紧闭，面色发红，嘴里还喃喃自语：
爹娘，爹娘。向秋来了。婶子，这是一些退烧药，您拿着。药片每次给洪文吃一片，冲剂一次1小包，1天3次。这些药应该可以吃3天。要是洪文还没好，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向秋，你可真是我们的救星啊！你的恩情婶子记着了，以后定会还你。婶子，都是举手之劳，我得赶紧走了，晚点我再来看看洪文。只是出来后发现情况不对，陈巡礼和赵卓言正对着一个男人大眼瞪小眼。什么情况？被人发现了。不过看着这个男人有点眼熟，想起来了，上个月下放到村里的顾城北，不是村民就好。赵向秋正准备上纲上线，一番长篇大论轰炸时，对方竟什么话也没说，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直接转身离开。算了，既然对方那么识时务，自己也不能找事，现在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才是上策。赵向秋牵着赵卓言，循着记忆来到公社医院。这位同志，你们哪里不舒服？我们昨天发烧，然后我婆婆找人弄了一碗符水给我们喝，我们喝完后再加吐的厉害，你能帮我们看看我们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吗？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畴啊！你婆婆这种行为要严厉禁止。你们是哪个生产大队的？我们要上报给上面，将你婆婆抓起来。年轻医生手拿小红书，义正言辞地对赵向秋说：医生，我婆婆不听伟人的话，阳奉阴违，确实应该严厉批评，但我们能不能待会儿再说我婆婆的事？我和孩子现在难受，你能帮忙看看吗？可，这位同志，你的病我看不了，我学的是西医，但我们的学习资料里面并没有如何治疗符水的内容。我们现在还是来谈一下你婆婆的事。伟人说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你们是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的？看来今天的病是看不了，不把事情交代好，自己估计都出不了医院。赵向秋将自己是哪个大队的人一五一十的全部说给了这个年轻医生听。拍砖起，同志你等着，我去找医院工会的同志过来，和你一起去将这2个坏分子抓住。被赵向秋拒绝了。他以自己现在身体不舒服，无法连续赶路为由，工会的人看他脸色确实不好，反正具体地址已经有了，自己也能去抓人。既然不能看病，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公社，可不能浪费。带着赵卓言直接来到邮局，给王新平的单位打长途电话。同志你好，我找王新平。您稍等，王主任，有人找您。哟嚯，都当主任了。你好，我是王新平，你是哪位？赵向秋，还记得不？呵，王主任可真是贵人多忘事，现在官运亨通，幸福美满。王新平四下张望了一下。赵向秋，你别胡说八道，咱们已经离婚了，我和秀莲是正常恋爱，然后结婚生子的。正常恋爱？你儿子多大了？和我女儿只相差了半岁的年纪，你不会那么好心帮别人养儿子吧？你今天打电话给我，到底想干嘛？你在自己的媳妇怀孕期间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你说我要是举报了你，你的主任还能不能干？王新平一惊，你到底想干嘛？直接说。哎呦，王主任的脾气挺大的吗？一次性给我500块，我带着秀梅离开你家，从此我们再无关系。你狮子大开口，我哪有那么多钱？咱们这么多年不是都这么过了吗？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向秋，我知道我亏欠了你，等有机会我肯定会回报你的，你现在能不能别这么逼我？少来这一套，我给你3天时间去准备钱和坐车回家，我在王家村等你。3天之内，你要是不带着500元出现在我面前，你就准备和我一起下地种田吧。向秋，你大人大量，放过我好吗？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也请不了假呀。想想你来之不易的官位，想想你竟都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些都不值500块。王主任，500块对于别人可能很多，但对你，我相信很容易弄到，你可别脑子犯轴，干些因小失大的事。行了，赶紧去请假弄钱吧。我若没在约定的时间内见到你和钱，后果不是你能想象的。娘，你在愁什么？愁我们以后住呢。我们能去外婆家借住一段时间吗？赵向秋自嘲一笑，哎，现在也只能厚着脸皮去修复关系了，造孽啊！既然要上门修复关系，总不能空着手吧？母女俩来到公社的供销社，2个女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看到赵向秋母女进来，也只是用眼睛扫了一下他们，再无其他反应。同志，这个布什么价？5毛钱1尺，要布票。白砂糖呢？7毛8一斤，要票。我说这位同志，你到底买不买？问这问那的。赵向秋歪嘴一笑，同志，伟人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不配站在这里，你们领导呢？
我要把你们的态度反馈给他。另一售货员先反应过来，连连给赵向秋鞠躬道歉。同志，对不起，刚才是我们的态度不好，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我们广大劳动人民会实时监督你们。同志，我买5刀油纸，还有10个粮食袋，麻烦算一下多少钱？同志你好，5刀油纸和10个粮食袋一起11块5毛钱。两售货员见他走了，长吁一口气，找了一处无人的角落，赵向秋带着赵队员进空间，裁剪油纸，挑选猪肉和什锦糖，另外打算找一些信纸写信。往4楼的办公区看一下，如果4楼的办公设备还能使用，最好用打印的方式写举报信，这样别人不容易通过自己追查举报人，也能给自己减少麻烦。赵向秋给赵卓妍竖了一个大拇指，果然虎妈无犬女，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投影仪等全都能使用。最让母女俩欣喜的是，有一个小厨房，还有一个休息室和淋浴室。母女俩去3楼的服装区给自己选了合适的贴身衣裤。赵向秋将举报信、承诺书和离婚证扫描打印完毕，每样准备了3份，打算1份寄给京都革委会，1份寄给王新平的单位，1份寄给京都报社。两人轮流将自己捯饬完成，精神面貌随之焕然一新，整齐光亮的头发，干净的面容，整洁的衣服。将3封信全部寄出后，循着记忆来到原主爹娘家。接上集见赵向秋母女站在自己门口，6岁左右的男孩疑惑地问：你们是谁？如果这里是赵向春和赵向夏的家，那我就是你们的大姑。告诉我，你们都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回答我的人，每人1颗糖。6岁左右的男孩眼睛立马放光。大姑，我先说，我叫大栓，是赵向夏的儿子，今年6岁。几个孩子也纷纷跑来拿糖。爷奶，大姑回来了，还给我们带糖了。爹娘、大哥、二哥、二嫂，我回来了。赵父赵母刚开始看到赵向秋时，呆愣了片刻，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直到听见赵向秋打招呼的声音，才相信这个不争气的女儿终于回来了。赵母的眼睛立马红了，赵父的眼睛也泛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还没吃饭吧？走，我让你娘去做饭，咱们进屋坐。大妹，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赵向夏拍着赵向春的肩膀，咧嘴傻笑。赵向春也憨憨地笑着。大妹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回家了就没人欺负了。爹娘、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这是我的孩子王秀梅，今年5岁。秀梅喊人。赵卓妍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有一个极土的名字王秀梅。外婆好，外公好，大舅舅好，大舅妈好，二舅舅好，二舅妈好。好孩子。娘，我带了点肉和糖给孩子们。将小竹篮递给他。回来就回来，带东西干嘛？就是嘛，回自己家拎这么多东西干嘛？等下吃完饭带回去。爹娘说的对，我们不缺这些。对，带回去自己吃。爹娘、大哥、二哥，这些是我这个当大姑的带给孩子们的，岂能拿回去？再说我现在也不差这点，我和王新平离婚了，王家赔了我150块钱。你说什么？大小子欺负你，他现在在哪？老子打死他！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大妹，你说，二哥去打死他，大哥也打死他。爹娘、大哥、二哥，你们别急，我待会儿慢慢和你们说。大嫂、二嫂，这个肉麻烦你们拿去做给孩子们吃吧，辛苦你们了。一起并排坐在桌子的主位上，见人到齐了。赵向秋将在王家发生的事全部跟他们说一遍。这帮天杀的，老娘非得砸了王家。老安，你去找大伯、二伯、三伯他们，让他们抄家伙，我们打去王家。好嘞，您等着，马上去。二哥，等一下，等过2天吧。王新平回来后，我再通知你们去收拾他。你还要回王家那个狼窝？娘，家里的东西不得清理一下，可不能便宜了那帮畜生。对，不能便宜了他们。就是我离开王家后没有地方住，我能不能在赵家村申请1块地基盖个房子？家里又不是没你住的，干嘛花那个冤枉钱？是啊，爹娘，我和秀梅又不是住1-2天的事。再说远香近臭，我们在外面住，和嫂子弟媳的关系也好处些。你不打算再嫁了？娘，人这一生，结婚又不是唯一的结果，
体验过就好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将秀梅抚养长大，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前世今生的经验告诉自己，远离男人有利于身心健康。在大家即将出门前，赵母拦住他们。等等，小秋的事，你们不准出去乱说。老娘要是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你们就直接滚出这个家。尤其是你，朱小莲，管好自己的嘴，不然就直接滚回娘家去。朱小莲讪讪一笑，娘您放心，我保证不乱说，一个字都不说。赵母翻了个白眼，希望你说到做到。行了，都赶紧走吧。大姑，你以后有事，特别是秘密之类的，可不能当着我娘的面说，也不能被她听见。赵向秋诧异，为啥？三栓抢答，因为他娘的外号是小喇叭。大栓推仰了一下三栓，去，谁让你告诉大姑的？我自己不会说。大姑，我娘的外号就是叫小喇叭，她和队里的大喇叭和大娘一起被叫做珠联璧合。只要他们知道的事，不出半天，整个生产队的人都得知道。你刚才说自己事儿的时候，我看见他在门外偷听，估计下午上工的时候就会秃噜出去。你奶不是警告过他吗？他应该不敢说。我奶说他嘴巴根本憋不住事儿，这种警告顶多管2天，之后还是剩饭1碗。你挺了解你娘的哈。那是，我是她生的，就是她肚里的蛔虫，她什么德行我全知道。这糟心孩子。从赵家村生产大队到王家村生产大队路程半个小时，生产大队到王家村生产大队路程半个小时左右。路过宰谷场时被一人拦住，定眼一看，原来是王二顺的媳妇李翠娥。赵向秋，你个黑心肝的，怕是吃了蝎子，心肠如此歹毒。先是诬陷我家男人和儿子，害他们被打，现在又陷害自己婆婆，让她被带走。世上怎会有你这样的坏人？老天怎么不收了你？你的尸体明明都冷了，现在又活蹦乱跳的出现在这里，到处害人，肯定是妖怪附身。我要打死你这个妖怪！说完就张牙舞爪，冲向赵向秋。赵向秋顺着他的力道，一个反手将他住，然后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拳。李翠娥踉跄起来，往前摔倒，直接来个狗啃。还好前世防身练的几个招式没有生疏。附近的村民听着李翠娥的叫骂声，陆续过来看热闹，还以为赵向秋会被狠狠修理一顿，结果却看到李翠娥被打趴在地上。这的赵向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队长和书记也来了。赵向秋先发制人，书记和队长们天天教导我们要提高思想觉悟，听组织的话，跟着组织的指示走。王二顺、王大牛还有曹金花被批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问题，大家有目共睹，并无诬陷。开会的时候，李翠娥你也上台发了言，怎么现在又效仿他们胡说八道？我看你是红漆马桶送人情，外面红光光，里面黑屎汤。书记、队长，李翠娥阳奉阴违，不辨是非，和他家男人、儿子一样，成天把鬼神妖怪挂在嘴边，思想觉悟严重有问题。我们应当积极指正，坚决打击，维护群众的利益。队长王保国叹了口气，李翠娥啊，李翠娥，脚上的镣铐都是自己走的。赵向秋说的没错，我们要一切听从组织的指挥。王二顺、王大牛胡言乱语，是大伙儿一起听见的，并无诬陷。曹金花和杨婆子装神弄鬼，更是被抓个现行，哪来的陷害？李翠娥刚才的话，大伙儿也都听见了，和她男人儿子一样，妖魔鬼怪不离嘴。这种人的思想觉悟确实有问题，是我们群众的害群之马，我们要坚决打击，杜绝再犯。你们几个把李翠娥拖起来，带去文化室，你们几个去把人都喊回来，准备开会。村民们按照王保国的指示，几人去拖李翠娥，几人向四处散开去喊人。李翠娥心里直打鼓，怎么骂个人把自己给折进去啊？为了逃避开会，李翠娥直接逃避，躺在地上不动了。倪大娘走上去踹了他一脚，少装音，平时让你嘴碎不讲理，净欺负人。赵向秋带着赵卓妍刚进入文化室后，发现今晚的气氛有点诡异。往常如闹市场的文化室，今天有点安静，大家纷纷张望着台上站的几人：杨婆子、曹金花、王二顺、王大牛、李翠娥、顾晨北，还有陈巡礼一家3口。他们蓬头垢面，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看似生无可恋，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挂了彩。尤其是陈巡礼家的3人，衣衫上沾满了血。陈洪文被陈巡礼背在身上，紧闭双眼，额头上、脸上糊满了血，也不知经历了什么。赵向秋拉了一下旁边的大娘，打探消息：婶子，他们怎么了？你晌午不在村里，错过了好大一出热闹。婶子告诉你，大队的周书记今天亲自带人到咱们村指导思想工作，把村民目前辈定了身份的人全部带到村委门口，批评教育完了后，打算带着这些人去公社接受检讨。
刚准备出发时，来了几个工会的人说你婆婆曹金花和杨婆子有问题等。大伙儿赶到杨婆子家时，两人正拿着几张符纸对着几个人偶念念有词。哎呦，那场面子简直就是大肥猪进土场，自寻死路。工会的人二话不说，然后把他们带走。周书记知道事情经过后将村里思想有问题或近期犯错的人也一并带走，说是监督这些坏分子。王二顺父子俩今早不是被开会了吗？这不就给带走了，刚刚才送回来的。王保国正要说开场词，周书记先开口：等下，那个小崽子为何不端正态度？这么大的人被人背着怎么回事？把他放下来，站直身子，开会就要有开会的样子。听到有人点名陈洪文，陈巡礼神情木然地说：他站不了了，再也站不了。胡说，他双腿好好的，怎么就站不了了？我看你们就是要逃避，你们的身份本就有问题，思想还如此消极，你们这种行为要被坚决杜绝。你们去几个人把那孩子从他身上拽下来。够吧，你们够吧，这孩子已经没了，你要他怎么站起来？组织让你们指导工作，不是让你们为虎作伥，做刽子手。看看你们一个个做的事和杀人凶手有什么区别？这个孩子才10几岁，他做错了什么，值得你们下如此狠手？听了顾城北的话，孙云香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洪文没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喊我娘了。我可怜的洪文，你怎么就抛下娘走了呢？一旁的陈巡礼闻言眉头一阵抽动，却不再说话。赵向秋的眼泪也不住地往下流。王保国做主晚上的会议取消，让陈巡礼赶紧将孩子抱去安葬。陈巡礼抱着陈洪文，带着孙云香行尸走肉般的向自己的草棚走去。杨婆子将在公社的事和大伙说：晌午我们在公社行走，刚开始好好的，走了一段路后，冲出一群孩子，以大队周书记的孙子为首，拿着石子砸我们。我们身上或多或少的挂了彩，不知谁喊了一句打坏人崽子，那帮孩子的石子就全砸向陈洪文那孩子。陈巡礼老两口挡都挡不住。陈洪文在村里被周书记开会时好像就受了伤，脸色不太好，走路时都是摇摇晃晃的，被这么一砸，很快就扛不住了，特别是脑袋被打中，当即就鲜血直流。陈巡礼求医院工会的人帮孩子止血，他们都已经答应了，周书记却拦着不肯，说我们都是思想不积极的人，陈巡礼他们更是身份有问题，接受教育的时候不能被打断，而且这孩子就受了点轻伤，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那孩子就扛不住了，直接晕了，但行走的队伍不让停，陈巡礼只能背着那孩子慢慢走，我也不知那孩子什么时候没气的。围观的人听完后唏嘘不已，有惋惜的，有悲伤的，有麻木的，也有幸灾乐祸的。赵向秋听完事情的经过，看着众人的反应，只觉心里像熬过一锅粥，翻滚着一股不可名状的苦味。赵向秋走进窝棚，陈巡礼蹲在门口。赵向秋蹲下来，哽咽地对陈巡礼说：叔，让洪文安息吧。出了草棚，意外看见顾城北拿着一把铁锹站在那里，也不知他站了多久。经过一段路后，我家老三和他媳妇就葬在里面。孙云香取下一根钥匙，这个你拿着，虽然不知道是报答你还是害你，但婶子希望你一生好运，也希望这些东西能让你一生无忧。婶子，这是人人都传我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在一段时间里的确如此，只可惜碰上了战乱年代，这些财富就成了催命符，有些阴毒。小人怎么都不愿意相信陈家没有私留一点家底，趁着现在的时局落井下石，将陈家打入深渊，更是迫害我儿德轩和儿媳死于非命，现在也将我可怜的洪文害死。可惜我们低估了这帮人的贪婪。陈家被定为坏人时，你陈叔拿了不少好东西去走动，包括我们之前住的宅子和宅子里的东西，也承诺可以全部送出去。可他们却说这些东西就算我们不交，也会被充公，若是想保命，就得再拿东西出来。我们正犹豫时，我儿德轩拦住了我们，他说不能交，这些人就是贪婪鬼赴宴，没有饱足，交了只会让我们一家人更快丧命，不交说不定还能多活一段时间。他们不信，将我们一家弄到贫苦的王家村生产队折磨，认为我们只要受不住苦便会就范。可我们让他们失望了，我们熬着受着，他们倒是沉不住气了。年初时先是害我儿媳，后又害我儿子。德轩出事前再三叮嘱我们，无论他发生了何事都不要管，好好将洪文照顾好，以后有机会了定可以找到名医把洪文的病治好。可是现在连洪文也没了，他没了。好孩子，拿着吧，
这是叔和婶子的一点心意。孙云香把东西就放在地上，告诉赵向秋，将陈洪文安葬好后，陈巡礼打发顾城北和赵向秋先走。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今天谢谢你们了，叔和婶子来世报答你们的恩情。叔，我们一起回去。赵向秋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顾城北强制拉走了。见赵向秋欲转身回去，顾城北怒吼：你将他们劝回来有什么用？除了让他们经历更多的痛苦和磨难，还有什么？你既不能帮他们恢复身份，也不能给他们撑腰，他们回去后的下场只会更惨。或许这样对他们才是最好的，起码一家人可以团聚。随后又在那呢喃自语地说：这个世界已经乱了，哪有正义，哪有天理，都是看谁会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对于陈巡礼一家，自己是无力的，除非把他们送出国，不然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逃出去一旦被抓或是被人认出，可能会更惨。赵向秋憋了一晚上的邪火，正欲发泄到顾城北身上，却见这人已经走到一处断坡边，双脚踩在坡沿，只要再往前一步就会掉下去。赵向秋闭眼深呼吸一口气：你也要自杀？你说人为什么活着？赵向秋翻了个白眼：这么深奥的哲学问题我哪知道，不过你还这么年轻，想想你的爹娘，想想你的爱人和孩子，你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的靠山，你若想不开，要他们怎么活？我的爹娘，他们怕是也熬不住了吧。至于爱人和孩子，就是他们举报了我，还和我断绝关系，现在在国外应该生活得很快乐吧。顾城北也不知为何会对赵向秋说这些，前妻和孩子的做法一直让他无法释怀，原以为提起他们自己又会痛苦难耐，没想到今天和这个陌生女人说完后，竟没以前那么难受了。那你确实生无可恋，不过这个断坡的高度只有10几米，从这跳下去你死不了，只会骨折。这女人到底有没有爱心？会不会安慰人？对陈巡礼一家又是送药又是安抚的，怎么对自己就这么狠？亏自己前2天还从河里将他们母女拉上来。你倒是铁石心肠，你就没有遇到让自己熬不下去的事情吗？赵向秋苦笑一下，那个成年人没有崩溃的时候，曾经的软弱不堪也练就了你说的铁石心肠。我现在发现人有时坏一点可以活得更加滋润。我不知你经历了什么，也不知如何劝你坚持下去，就像你阻止我劝陈叔他们回来一样。曾经有位前辈告诉我，所有杀不死你的都将让你强大。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绝境不仅仅是一场磨难，更是人生的一种醒悟和升华。只要自己不放弃，曙光总会到来。你说的那位前辈的话很在理，很通透，想必他的人生经历一定很丰富。不知这位前辈在哪？我能去拜访一下他吗？我心中有很多困惑，想和他探讨一下。探讨个鬼！你要是有本事能穿越到后世，这种打鸡血的话在网上随处可见。那位前辈我不认识，之前无意中碰到的，他见我有烦心事，便点拨了我几句。这几句话你若觉得有用，便送你了。愿你守得云开见月明，得偿所愿。谢谢，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待会儿。你放心，我不会跳下去的。像你说的，从这跳下去只会骨折，到时生不如死，岂不是更痛苦？娘等下要去办点事，耽搁的时间会很久。你和娘一起出村子，然后娘找个没人的地方将你送进空间，你在空间里玩会儿，可以不？赵向秋小声和赵卓言商量。哪里？啥事啊？我能一起去吗？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挖尸体。赵卓言愣住。娘，你啥时候干起盗墓的事了？这可是犯法的，咱就算在缺钱也不能干。去，瞎说些什么？你拿我是去帮好人收尸的，这种事情不适合你参加，你就安心待在空间里吧。你要是闲得没事，就帮娘去4楼办公区，按照这个介绍信的格式，设计一模一样的，打印个几10份出来，咱们留着以后备用。关键是这个上面的印章，你可得做逼真点。赵卓言被逗笑了。呵，我的亲娘啊，您闺女我学的是信息技术专业，又不是造假的，这些东西你让我咋整？赵向秋翻了个白眼。信息技术专业不会用办公软件，你们平时没有拆掉家里的电器再组装，咱家被你祸害了多少东西，你心里没数。到达乱葬岗时，意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顾城北。他为何会在这？你也来找陈叔他们的？听到消息说陈叔他们出事了，被丢到了这里，想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带回去一家合葬。终于在一处深草丛中找到了陈巡礼老2口的尸体。叔婶安息吧，我带你们去一家团聚。叔婶子，
你们放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给你们报仇，不会让你们枉死的。你们去了下边，一家人好好团聚，好好过你们的无忧日子。若要投胎，再晚个10几20年吧，那个时候就没有身份歧视了，我们国家会迎来全新的发展。处理好陈巡礼夫妇俩的后事，赵向秋打算去孙云香说的那个密室看一下。我去山里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野果，带点回去给孩子尝尝鲜。你先回去吧。山里毒蛇虫蚁很多，也有大型野兽，你一个人不安全，我陪着你去吧。不用，我不会去深山里的，就在边缘看一下，有的话我就摘，没有就算了，不会有危险的。再说咱俩一起进出，要是被好事儿的人看见，不得乱传啊。随你吧，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找了一圈，终于找到密室目测，密室有200平左右。密室里不仅摆了大大小小的10几个箱子，还有几10个麻袋。赵向秋捏了一下，好像是粮食，没有脱壳的稻谷。顺手打开一个箱子，差点晃瞎了赵向秋的眼。整整齐齐像列队小兵一样摆放的金条，金光闪闪。这些物品若是拿到后世，价值决定超过3000万。将密室里的所有东西全部收进空间仓库，包括那些粮食，不给坏人留下一丝物品，发霉的粮食也不行。将密室重新关好锁好，赵向秋决定去另一条出口看一下，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拿着手电筒沿着隧道前往走，原以为这道门出来后会直接出现在书房内部，结果一看是个小茅房，估计是书房内侧的。难怪那帮人找不到入口，谁会想到密室的入口会在茅侧？怕等下出去撞到人，连累家人，赵向秋特意进空间换了一套装束。一个瘦弱的青年男子出现了。刚走到茅侧出口，发现外面有人说话，内容还是关于陈巡礼一家的。你怎么搞的？怎么把人弄死了？这哪能怪我呀？我可没弄死他们，我只是给他们开了个大会，然后交代我孙子给他们那个傻儿子一点颜色瞧瞧，想逼他们尽快说实话。可没想到那个孩子那般脆弱，更没想到这老两口一个想不开到我大队门口上吊。我现在正愁这件事怎么善后，你来的正好，帮我出主意。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尸体都让你给扔了，你还怕什么？今天早上围观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会儿估计附近生产队的人都知道陈巡礼他们吊死在大队门口，大家肯定以为是我逼死了他们，不然他们哪里不上吊，偏偏到大队门口上吊。这要是传出不好的言论，我这个大队书记就到头了。瞧你那个怂样，当初你贪人家钱财，欺负人家儿媳，弄死人家儿子的时候，还知道抛尸到水里，让人以为是自杀，不是挺厉害的吗？拿出你之前的那股劲，谁要是乱传乱说，找个由头抓起来不就行了？哼，说得轻巧，当初是没人看见，今早这么多看着，总得有个说法吧？组织让我们监督他们，可没让我们逼死他们。你也少拿之前的事来膈应我，要不是你们不知饱足，我会贪钱；要不是你起了色心，又想以此拿捏我，我会和你一起做下那等混账事；要不是你说斩草要除根，我会在那个陈德轩来闹事时，一个失手打死他，还抓人。你当我们是地方县太爷，真能一手遮天？现在的农民可不能小瞧了，有些是部队里退下的，有些接受了新思想教育，想法多得很，一个闹不好，咱们全得拖下水。我们去找田书记吧，这个事情总得知会他一声，顺便和他商量一下对策，就算以后出事了，有他罩着，咱们也好过点。凡事小心为上，总是好的，可别累打耗子伤了玉瓶，因小失大。行吧，你要是真害怕，咱们就去找田下刚，咱们贪的钱和物的可是占了大头，可不能咱俩急得团团转，他一个人高枕无忧。行，你先过去，我这里交代几件事就过去。我们还是在富民巷那个宅子碰头。赵向秋越听越气，浑身发抖，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说话中的一人应该是胜利大队的书记周安国，另一人赵向秋不认识，想必官位也不低。还有那个田下刚，堂堂向阳公社书记，一把手居然也和他们沆瀣一气。也是，哪个贪官的背后没有强大的背景？赵向秋狡黠一笑，知道怎么让他们身败名裂了。尾随二人来到一处青砖大宅子前面，赵向秋悄悄摸到窗户底下，先偷听一下他们的谈话内容，再伺机而动。陈巡礼他们死了就死了吧，瞧把你们吓成这样，这些年死的人还少吗？有人为他们出头吗？我若没有记错，陈巡礼他们家可没有后台，你们把心都放到肚子里。万一有人举报我们怎么办？举报什么？我们都是按照组织的指示办事。这个陈巡礼坏人不服从组织安排，埋怨组织，简直就是死有余辜。我倒要看看谁敢替他们出头。
就是可惜了他们还没吐露出来的那笔财物了。他们这么久了一直不松口，说不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没有呢。我们这几年得到的东西也不少了，这处宅子都快装不下了，咱也知足吧，就是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拿出去用，不然光看着也难受呀。你们两个心倒是大，我现在一闭眼就看到陈巡礼一家来找我索命，害得我寝食难安。行了，怕也憋在心里，这要是给外人听见，你想被抓去开会？呵，害怕，怕鬼。赵向秋起身转到拐角处，闪身进了空间，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几箱子的万圣节道具，翻出一件鬼怪的头套和长袍套在自己身上，拿起一根电击棍。周安国说要外出小姐，在其身后拍了拍他肩膀，结果转身看到一个披头散发、面容丑陋恐怖的鬼怪站在身后，吓得眼睛瞪得像牛眼一般。在周安国惊住时，赵向秋将手中的电击棍调节到最大档次，对着周安国的腰间周安国晕倒前还在想，这是陈巡礼一家去地府告状了，阎王派小鬼来索命了吗？周安国晕倒的声音惊到了张俊峰和田夏刚，两人连忙出来查看。老周，你怎么了？快醒醒！向秋趁两人蹲下给周安国检查身体时，走过去对着他的腰间。对付这种坏人，当然不是吓唬一下然后电晕了这么简单。拿出在周安国书房里撕下的永安县地图，摊开放在卧房的桌子上，用红笔把县政府、电站、水厂、肉联厂、纺织厂等重要单位和效益不错的工厂全部圈起来，然后打上某某。从三人的口袋里搜出他们的笔记本和挂在外衣口袋上的钢笔，摊开放在桌子上，摆成三人开会的样子。在三人的笔记本封面依次写下永远忠于国军，祝委员长万寿无疆。赵向秋又将三人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扔在房间的四处，拿出一瓶洗洁精，将洗洁精在三人的身上、地上的衣服上弄得到处都是痕迹，然后在三人的身上到处掐，青一块红一块。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观众上场了。赵向秋不仅要他们牢狱加身，还要他们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赵向秋将里面的大小箱子全部收进空间仓库。处理完这些，赵向秋准备出去叫人，又觉得太过于突兀，别人未必会信。从超市3楼拿着一个录音机，卓妍帮我下载一些男女一起的特效声音。赵卓妍惊诧的久久不能回神。娘，您到底要干嘛？演戏，抓坏人。这么刺激，我能一起去不？不行，你的小短腿跑得太慢了，只会拖后腿。然后将录音机藏在这座宅子的大门后面，将音效开到最大。有2个耳朵尖的大娘站在宅子门口张望了。这谁家呀？大白天的不害臊。是呢，简直不配啊！就是这里，里面的人太不要脸了，大白天的不干正事，大伙儿进去把他们抓住，好好教训一番，提升一下他们的思想觉悟。没错，这些人太龌龊了，必须抓起来好好教育一番。在大家撞开门的一瞬间，赵向秋佯装受惯性影响要摔倒，一个侧身跑到门后，将录音机快速收入空间。流氓啊！最先冲进去的几人里，有个年轻的女青年，看到屋内的情形后，直接捂脸尖叫起来。可这场景，大娘和壮汉们喜欢呀。啧啧，这几人是谁呀？哼，尿憋子盛酒不是正经东西。这大都痊愈了呀，怎么记不这事？哎呀，那人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好像咱们公社的田书记。另一人我也认识，好像是公社的张俊峰张主任。前几天我还见他组织工作呢。在那些特务的住所里，我们就搜出了这类圈出地点的地图。不行，这几人的身份太可疑了。男青年说完就吩咐他的同伴赶紧出去找公安过来。三人陆续转醒。老实交代你们的特务身份，还有行动计划，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特务身份、行动计划，为何这个宅子闯会进来这么多人？自己身上怎么光秃秃的，还和同样光秃秃的张俊峰与周安国躺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多人进来，那藏在宅子里的东西岂不是马上要全部被发现？完了，全完了！周安国这时也醒了，脑子里的画面还停留在自己见鬼的那一刻，同时乱啊，鬼啊，有鬼啊！不要抓我，求你不要抓我！我不是有意要害你们一家的，谁要你们家有钱呢？都是田夏刚和张俊峰他们指使我的。我要是不听话，我这个大队书记就当不成了。你们家要是报仇，不能找我一个人啊，他们都有份，求求你了，放过我吧！张俊峰刚刚醒来，就听到周安国这番话的张俊峰吓得想捂住他的嘴，却发现身子被绑了，动弹不得。这人胆子太大了，竟敢鬼怪不离嘴，得抓去好好开会。他刚才那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们贪了钱，害了人？公安同志来得很快，公安队长看了后也是惊诧不小，没法紧锁。快将他们3个全部带回去审问，还有立刻上报县里。就这样，
蒙圈的三人被人胡乱披了一件外衣后给带走了。至此，关于公社田书记和革委会张主任的各种八卦新闻满天飞，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另类谈资。坏人收拾完了，赵向秋深藏功与名，隐退在人群里。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不仅仓库装满了，坏人也收拾了，完美。赵向秋和赵卓妍走到家时，隔着老远就听到王大顺屋里传来的一阵欢笑声。优呵回来了，你去哪鬼混了？现在才回来，心里要是没这个家，趁早滚出去。去医院复查了，至于为什么去医院，需要我说给你宝贝儿子听吗？你事情都过去了，有什么好说的？你说你一个乡下人，这么矫情干嘛？身体不是好好的吗？还老往医院跑，竟会乱花钱。呵，人呐，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就你的言行，信不信过2天公社需要，你又得上街表演？我要是你，就会躲得远远的。那你们在说什么？没什么。赵向秋看着王新平，咱俩的事，你是当着你爹娘的面说，还是咱们回房解决？去你房间吧。赵向秋直接开门见山。钱带齐了吗？能不能先给200，剩下的以后再慢慢给？哼，这可真是亲生的，连还价的套路都一样。那我带着秀梅先去你京都的家住着，什么时候凑齐了钱，我们什么时候搬走。王新平极不情愿地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全在这里了，你说话可得算数。赵向秋掂了掂手上的钱，狭促地看着王新平。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明明钱都准备好了，还磨磨唧唧讨价还价，整得跟个娘们一样的，一点都不爽快。你不会对我余情未了，想借此耗着我吧？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对你余情未了？我现在心里只有秀莲一人，钱你已经拿到手了，咱们以后就没有关系了。秀梅由你独自抚养，不管你们发生何事，都不可以来找我。就算找了我，我也不会帮忙。还有咱们以前的事，你不准乱说，否则我对你不客气。赵向秋翻个白眼，就怕你以后来纠缠我们，还收拾老娘。等你有那机会再说吧。刷刷刷的写完一封断亲书，两人各怀心事，都极其爽快的在断亲书上签字按手印，将断亲书和钱放好。赵向秋心情舒畅极了，今天要办的几件事都顺利办完了。你娘怪力乱神，被人抓个正着，最好把他们接去京都住，要严打，隔3差5的要带去公社。他这么大年纪，哪里受得住？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怎么不拦着，或是直接认下？我娘那么大年纪，哪里受得了这种苦？你太不孝了！啪！赵向秋甩给王新平一巴掌。你娘犯错，关老娘什么事？我们有关系吗？他儿子儿媳都不管他，凭什么要我一个外人管？亏你还是干部，脑子里净装些浆糊。还有，这房子你们当初可是说好了给我的，现在咱们已经断亲了，你们可以搬出去了。要是不搬，1天1块钱的租金，1年1收。所以你要是不带你爹娘走，就得再给我365块钱现结，概不赊账。你简直不可理喻，这是我王家的房子，凭什么给你租金？那我们拿着当初你签的那个文书去找队长、书记还有公司的领导评理，看下我有没有权利让你们搬出去，能不能找你们收租金。望着眼前神情傲慢的赵向秋，王新平那个气啊，恨不得将赵向秋碎尸万段。待会儿就去找娘交代一下，让娘去找几个长舌妇，把这个女人的名声搞臭，看她还能嫁到什么好男人。赵向秋看着王新平面色狰狞又变幻莫测的面容，猜测这人肯定在憋什么坏招，自己得先下手才行。赵向秋想到了一个招，怎么将这家极品打包送走，将自己的计划说给赵卓妍听。赵卓妍听完拍手叫好，这也太刺激了吧，我绝对会配合的天衣无缝。赵卓妍假装在大堂角落玩蚂蚁，赵向秋再次进了空间变装。上次发现空间 bug 的时候，赵向秋还发现空间可以稍微变动距离，就是自己进去的地点和出来的地点可以不一致，但只有5米的间距，协助自己完成今天的计划足够了。没过一会，曹金花刚出灶房，曹金花就感觉背后有人拍自己肩膀，一个转身看到一个披头散发只有一个头颅漂浮在空中的鬼怪，顿时一股凉气从脚心窜到了头顶。关键是那个鬼怪沙哑着嗓子说：金花，我来接你鬼有鬼了！然后连滚带爬的跑到王大顺的屋里。有鬼！别找我！你这婆娘又搞什么鬼？昨天才被带去公社，今天又喊有鬼，嫌命长了。你哪说有鬼？你看到了吗？赵卓妍歪头不解地看着王新平。没有啊，世上怎么会有鬼？咱们不是要相信科学吗？我奶她经常把鬼怪挂嘴边，你习惯就好。哦，我们已经断亲了，她就不是我奶了，是曹奶奶。在王新平出来找赵卓妍了解情况时，
赵向秋以同样只露一个头的方式出现在王大顺跟前，吓得王大顺浑身抽搐，白眼直翻。一进屋就看到王大顺不正常的神态。爹，你怎么了？鬼，有鬼！不要抓我！不要抓我！见赵向秋的计划已经完成，赵哲元拍了拍自己熊手上的腿推，再次跑出家门，边跑边喊：我奶又在家搞迷信了。没一会，王家大门前便围满了好事的人。偏偏这时，王大顺和曹金花在屋里越喊越大：有鬼！有鬼！别抓我！别抓我！这王大顺两口子可真是作死。就是昨天才被带去公社，今天又搞这一出，光记吃不进挨打，不长记性的东西！让！工作组的人拨开人群，挤进王大顺的屋里。进屋后，将王大顺和曹金花的话全部听完，立马指挥人将两人抓起来，把他们两个带去文化室开会。老家实在待不下去了。儿子，带娘去京都，娘不要待在这里了，快带娘走。王新平面露为难，秀莲可是严令禁止爹娘去京都的，自己要是擅自带他们过去，不得闹翻天，到时找岳父说点什么，自己还怎么升官？曹金花不顾形象的坐在地上，拍打自己的双腿，哭诉自己这么多年的不易，还将自己如何疼爱王新平的事一一回忆出来，惹得王新平难受不已，心中也开始动摇。处理完了王家，赵向秋打算去找王保国把账给清了。原主辛苦干了1年，按政策，他和孩子每人能分到400斤稻谷及卖爱国粮的分红，自己都要离开这里了，可不能便宜了别人。队长，我来领我和秀梅明年的口粮和公分分红。你没事吧？现在可没到分粮分钱的时候，公粮要过几天才能交，交完公粮分口粮的时候，队里会通知的，你等通知吧。队长，我和王新平是你也知道，我们刚刚签了断亲文书，我在王家村生产队辛苦干了1年，你说我能不能领走自己和秀梅的口粮和公分钱？他们已经签了断亲文书，那这人都和队里都没关系了，凭什么分粮分钱？多出的他们那份，到时找个由头，不就到自己口袋了？提前分粮分钱，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回去等通知吧。之前可真是高看他了，借的东西是你想贪就能贪的，要哪些人一起做主，我们今天一并叫过来，把这事儿解决了。你们不会想昧下我们的粮和钱吧？胡说，谁稀罕你们那点粮和钱？你当你是谁？凭什么为了你一人，让村干部临时开会破先例？赵向秋懒得搭理王保国，望着墙上挂着的铜锣，赵向秋二话不说，走过去取下铜锣，走出村委办公室。结果看到敲锣的是赵向秋，干部们立马板起脸。赵向秋，你吃饱的撑着，瞎敲锣干什么？要怎么帮老妈？循着记忆，迈着小短腿就往赵家村生产队跑。我和王新平离婚，并和他们家断亲，要求分走我这1年的口粮和公分钱，有什么不对？你们推3阻4，寻找各自借口，对得起人民的信任吗？赵向秋之前干活一直很卖力，要求分走粮食和钱，应当的。如果是我也要分。切，想得天真！你看着吧，队长他们保准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他。组织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们若是不将我们母女俩的口粮和公分钱交出来，我就去大队和公社告状。你一个女人这么猖狂干嘛？信不信我们将你关起来？会计王兴旺厉声呵斥赵向秋。腿长在我身上，我想去哪儿都行，你们当现在是旧社会，可以一手遮天。我现在就去公社，看你们谁敢拦我。赵向秋说完就往外走。王保国发话，拦住他。赵向秋操起墙边一根手臂粗的木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们今天恶意谋害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有权站起来反抗。说完拎着木棍对着自己身边的几个村干部就是一顿乱打。站在人群中的顾廷北在几个村干部围向赵向秋时打算指出高开脚，结果赵向秋的反应比自己快，照这趋势还能打赢，这女人真是与众不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王新平目瞪口呆地看着赵向秋在那拎着棍子乱打，不停地吞咽口水。这娘们太胡了，幸亏离婚又断亲了，不然这一棍子打在自己身上得多疼啊！村委会的大小干部加起来有10来人，但有人不想惹事上身，有人怕受伤，真正上场的就那3至4人。赵向秋出手又太快，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打了10几分钟，几个村干部缩在地上嗷嗷叫，尤其是王保国和王兴旺打得最狠。现在能给我们娘俩算口粮和公分钱了吗？赵向秋将视线转向一旁看热闹的书记王东海。书记，您是咱生产队的一把手，您说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娘俩算口粮和公分钱？
王东海尴尬一笑，这队里的事你也知道，平时都是保国说了算。我不为人民当家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你作为一把手，推脱责任，还是你也想像他们一样，蓄意阻止我？王东海连忙摆手，不，向秋你误会了，书马上给你算。赵卓言被赵向春抱在怀里，领着赵家2代男女30-40口人，操着扁担、锄头、铁锹等工具赶到村委会时，以为看到的是自己老妈被打被欺负的画面，现实情形却是老妈杵着根棍子，翘着2郎腿。什么情况？老妈一人干翻了全场，这战斗力也太厉害了吧！赵父赵母这会儿也是猛圈的，不是说被全村的人围着欺负吗？怎么见到的不一样？这哪是闺女被人欺负，这是她欺负人家呀！赵向秋看到人群中自己的爹娘还有兄弟，也是诧异不已。他们怎么来了？个个手上拿着武器是什么意思？来干架的？爹娘、大哥、二哥，你们怎么来了？赵向夏抢答，秀梅跑回去说他们整个王家村的人欺负你，这不就喊了大伯、二伯、三伯，还有几个堂哥堂嫂一起来给你撑腰。没错，向秋你说谁欺负你了？二伯替你收拾他。二伯赵昌武一开口，附近几人的耳朵就被震得发麻。这二炮的外号果然名不虚传。哎呀，你小点声，耳朵都被你震聋了。向秋和三伯说说，那些人欺负你了，我们全家帮你打回来。谢谢二伯三伯，已经没事了，我全部解决了。赵昌武拍了下赵向秋的肩膀，那些人都是你打的，好样的，有我赵家人的风范。你二嫂说你和那个畜生离婚了，离了好啊，那种畜生咱不稀罕。走，今天来都来了，咱们去教训一下那个畜生，顺道帮你搬家。王新平看着这一大家子，感觉自己都不够他们一人揍一下的，还是紧盯你，先跑为快。舅舅、外公，他要跑，快追！王新平还没跑出人群，就被赵家人给拎回来了。赵向夏上去就是一巴掌，让你欺负我妹子，老子打死你！这边村干部已经将赵向秋2人的800斤口粮称好，给了赵向秋35块钱。曹金花这会儿透过窗户看到一群人拿着扁担、锄头、铁锹来到自家门前，以为他们找人麻烦，走错了路，气冲冲地跑出去。你们干嘛的？这是我家，你们看清楚，别弄错地了。赵母见曹金花如此横，上前推让了他一下。老东西，找的就是你家。曹金花才发现站在自己跟前的这群人是赵家人。赵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且来势汹汹，想干嘛？不会要打自己吧？儿子，你怎么了？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老娘去和他拼命！赵向夏站出来，我打的，怎么了？他欺负我妹子，不该被打，不仅他该打，你们全家都该打。看着胸口的赵向夏，还有围在自己身旁的赵家人，曹金花蔫了。你们怎么能把他打成这样？他怎么得罪你们了？赵母听到这话，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薅住曹金花的头发。曹金花疼得哇哇叫，哼，这还不够吗？我家小秋嫁给这畜生时才16岁，正是大好年华，是你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可你儿子却在他大着肚子时在外勾搭了别的女人，离婚后还糊弄他，让他像儿媳一样照顾你们一家老小。你家咋这会算计呢？你们全家全部欠收拾。赵父怕赵母气着，连忙发话：不用和他们废话了，帮小秋拿了东西，我们就走，离这些烂人远远的。小秋，你有哪些东西要带走的？我们帮你收拾。赵向秋思索片刻，我那房里就一张床，一个旧柜子，一个旧桌子，要不要都无所谓。这个房子，王家在我们离婚的时候说给我，就做价卖给王家吧。说完看向曹金花，这房子你们要继续住，直接买走，相识一场，我也不要多，给我100块就行，现结不赊账。听到赵向秋又要钱，立马跳起来，这是我家的房子，我凭什么出钱买？之前都给了你150块了，现在凭什么还要钱？你个黑心黑肝的东西，你都已经和我儿子没关系了，赶紧带着你那拖油瓶的女儿滚！想打我家房子的主意，没门！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打你，再敢乱说我何秀梅的坏话，我让你永远说不出话。赵向秋厉色看着曹金花，这一巴掌，赵家人觉得解气，是自家人的风格。曹金花捂着被打疼的半边脸，想打回去，又不敢，气得咬牙切齿，面色狰狞。家里没钱，我们也不会给你钱，有本事你就一直住着。大伯赵昌文问赵向秋：这房子给你，你们立了字据吗？有见证人吗？有，他们一家当初写了文书，王家村的队长和书记都是见证人。好，既然有文书又有见证人，那这房子归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我们到哪都不怕。
都离婚了，自然不会继续住着我赵家村，又不是没地儿给你住。不过我们自己的财产有权自己处理，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赵昌文带动节奏，询问四周看热闹的王家村村民。当然，大顺家都立了字据，这房子就是向秋的。是向秋的没错，可他以后不住这了，还不是便宜了大顺家？就是大顺家要是铁了心不给你们钱，你们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除非你们将房子搬走，哈哈。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在一旁起哄。赵昌文笑了下，这位兄弟说的对，这房子我们不住，他们又不给钱，我们只能搬走。向风带着你几个兄弟把房子拆了，小心这点。这些砖瓦咱们搬回去还要用的。赵昌文的大儿子赵向峰得到老爹的指示，立马招呼自家兄弟动手。整个过程，王大顺都是蒙圈的。刚刚不是听到老婆子和人吵架吗？怎么一个眨眼就要拆房了？曹金花看着眼前的情形，都忘记胡闹了，也忘记呼吸了，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心口，上不去下不来，脑子一片空白，然后轰的一声晕倒了。好不容易恢复点精神的王新平，此刻也想晕。这都什么人呐？怎么还拆起房子了？若是这样，老爹老娘不带去京都也得带了，这可如何是好？人多力量大，王家的房子挖了1多小时，终于拆了。坐在地上的王大顺用颤抖的手指着赵家人：你们这些强盗竟敢拆我家房子！儿子啊，你可得管管爹娘呀！这家没了，村子也没法带了。你若再不管我们可就没活路了。看着有条不紊帮自己搬家的赵家人，赵向秋心里暖烘烘的，自己在意识也是有家人的人，有靠山的人。这样简单的温情，让赵向秋在艰难的岁月里充满无限动力，克服各种困难，为赵家谋一条出路。更是在新时代到来时，带领赵家人发家致富。